半夜起身去廁所呢件事，正在靜靜雞偷走你嘅壽命。你以為只係年紀大咗好正常，你以為屙完飯去繼續瞓就冇事，但醫學研究已經證實，夜尿會直接導致死亡率上升，因為佢增加你半夜跌倒嘅風險。一旦骨折，後續嘅併發症就會揾上門，特別係老人家，呢個風險你擔當唔起。今日呢一集節目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因為你可能根本唔知自己每晚似兩三次新問題究竟出喺邊度，又應該點樣解決。我已經到咗呢個年紀，半夜一定會起身去廁所，年紀越大發生嘅比例越高，而且男性比女性更明顯。如果超過一個月每個夜晚起2次身以上，你嘅睡眠質素已經受影響，呢種情況就應該去求醫。但好多人就係默默接受咗夜尿，的確佢係一個緩慢進展嘅過程，好多人會習慣佢，覺得人老咗就係咁，其實並唔係，你嘅身體喺度發出警告，你而家夜晚已經好難一覺瞓到天光嗎？因為半夜一定會起身去廁所1-2次，呢個狀況好似好多人話到咗某個年紀之後係難以避免嘅，但真係如此嗎？就算年紀大咗，我哋應該點樣去減少半夜起身去廁所嘅次數，而唔干擾到我哋嘅睡眠呢？今日我哋邀請到泌尿科醫師一齊嚟傾下成年人嘅夜尿。其實好多人俾夜晚起身屙尿呢件事困擾咗好耐，可能唔係只有1次2次，而係嚴重干擾到睡眠。有啲人甚至唔知睇邊一科。其實如果有夜尿問題，開始我會建議別人睇泌尿科或者婦產科，都有專門嘅婦女泌尿專科，所以有啲專精呢個領域嘅婦產科亦係可以睇嘅。我哋今日有一位有呢個經驗嘅朋友嚟分享，呢個都唔算疾病吧，有啲係疾病，有啲係症狀，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嘅故事。大家好，其實以前我可以一覺瞓到天光，甚至我啲朋友仲話你出去玩都唔會一直揾廁所。但我覺得45歲之後好明顯改變咗，由平日人間嘅習慣，仲有就係夜晚，尤其是夜晚瞓覺，我幾乎已經冇辦法一覺瞓到天光，最多甚至起過身快4次，而且有尿意，但起身去廁所又冇幾多尿。我好好奇，大家傾偈嘅時候都覺得話年紀大咗，我已經到咗呢個年紀，半夜會起身去廁所，呢個係一定㗎嗎？必須講，夜尿呢個症狀年紀越大發生嘅比例越高，而且男性更明顯，男性年紀越大發生比例越大。點解？同荷爾蒙有關，我哋嘅年紀，我哋嘅盆底肌肉，我哋嘅泌尿系統其實都有非常之多嘅相關性。我哋先概括一下，我哋今日講嘅夜尿係起身去廁所嗎？唔係尿床，尿床唔太一樣，的確係清醒嘅起身去廁所，然後翻嚟又要再重新入睡，然後又再起身，我仲係好難想象。男生唔係尿道更長，仲有前列腺嗎？應該等得更緊唔係嗎？就係因為有前列腺。前列腺係一個老化嘅機制，年紀越大，前列腺嘅問題越大，反而會間接影響到我哋嘅膀胱。所以男性年紀越大之後，夜尿嘅機率就越高了。等陣我哋再仔細討論。我大概持續咗有一段時間，然後我後來就想話我朋友喺更年期，我都想話係咪因為我都會有漏尿嘅情形，即係打個乞嚏就會想上廁所，我就想話係咪我嘅身體老化咗，我只有去睇婦產科，佢都係話俾我知，因為我更年期造成嘅睡眠質素唔好，然後可能就會造成想上廁所，夜間嚟淋嘅尿意會比較重，但實際上佢建議我夜晚瞓覺前唔好飲咁多水，盡量瞓覺前就將廁所去清，我都去過試咗佢。因為亦都有喺度食藥，所以呢一年嚟我運動食藥都有喺度做，所以就有比較改善。我平時因為有喺度做核心運動練肚子之類嘅，所以相對好似真係亦有影響，比較唔會好似以前咁輕易喺跑跳嘅時候就比較容易感覺自己好似就快拿出嚟。而家亦因為可能有食藥關係，所以我盡量喺下晝2點以後就唔再飲含咖啡因嘅嘢啦。我都會擔心影響睡眠。真係飲咖啡就會夜晚比較容易起身屙尿嗎？咁除咗咖啡，其他食物亦會有一樣嘅效果嗎？有咖啡因嘅食物包括咖啡、茶別、可樂、能量飲品呢一類型有咖啡因嘅飲料都會影響我哋嘅夜尿次數，的確佢會比較利尿，所以會造成病人夜尿嘅情形發生。呢個利尿呢件事我好奇係因為佢飲咖啡夜晚瞓得唔安穩，所以稍微有尿意就起身屙尿，定係話真係測量過夜晚尿就特別多，都有
都有可能，就係有可能係因為咁樣瞓唔着，睡眠質素唔好，亦都有可能佢導致我哋嘅尿量增加，所以佢係多重因素，唔係單一因素造成。我比較想知道漏尿同膀胱無力會有關係嗎？因為我冇生過小朋友，所以我會覺得話點解以前嘅人都會話生過小朋友嘅比較容易，但好似到咗一定嘅年紀，我發現同年齡當中幾乎好多女生都有咁樣嘅問題，就係會有頻尿嘅問題，甚至頻尿到唔敢去長途旅行。唔知道話呢個到底要睇專科嗎？定係話我哋平時嘅生活習慣去改善，亦可以比較好。林小姐好似將日頭嘅頻尿同漏尿，仲有半夜起身去廁所連埋一齊，呢幾件事係有連接嘅嗎？其實應該都有啲關係，因為呢啲聽落都係同盆底肌肉唔穩定有關係。盆底肌肉如果唔穩定，就好直接影響到我哋嘅膀胱功能，所以佢日頭會頻尿，甚至運動嘅時候會漏尿，甚至夜晚夜尿次數多，其實都同盆底嘅唔穩定非常之有關係，所以的確係要一齊討論嘅。今日可能有好多人覺得半夜起身去一次廁所好正常，甚至有陣時我都冇年紀好大，我高中就係咁啦。所以到底半夜起身去幾多次廁所叫做有意義嘅夜尿？如果根據操作員定義，夜尿就係你夜晚會起身中斷你嘅睡眠去排尿，呢個就算夜尿。但係臨床上邊並唔會因為咁樣就認為佢有意義，因為好多人可能今日就飲多咗，或者瞓覺前水飲多咗，或者今日比較亢奮瞓唔住，偶爾遲一次身，嗰個就唔見得有意義啦。所以一般嚟講，我哋認為臨床上邊比較有意義嘅就係超過一個月，每個夜晚起2次身以上，導致你嘅睡眠質素被影響，呢個就應該去求醫啦。1個月以上，咁我想我哋就應該尋求醫師嘅幫助。咁就等我哋了解一下點解會有夜尿，然後佢嘅基準係咩？夜尿其實有分4種類型，第一種就係我哋常講嘅夜晚嘅尿量特別多。如果係照定義嚟講，65歲以上嘅男性，如果佢夜晚嘅尿量係全日尿量嘅33%，亦就係1/3以上，咁我哋就可以定義佢夜間多尿。咁後生嘅咧，呢個點樣測量？所以我哋會建議病人可以做一個排尿日誌，就有啲似寫日記咁樣，將你日頭嘅尿量記低，夜晚尿量記低，最後我哋再用呢個數字去做分析。夜晚如果超過33%， 65歲以下就會比較嚴格一啲，如果超過20%，呢個就叫夜間多尿症。夜間多尿症嘅病人一般嚟講都有啲慢性疾病，可能係心臟衰竭，或者係肝硬化或腎功能唔好，所以導致佢哋日頭水分冇辦法好好留喺血液裏面，佢可能就會有下肢水柱或者其他地方四肢水柱嘅情形。當佢夜晚分屏之後，呢個水分就回流了，回流到心臟，再翻到腎臟，勢必就製造出尿液，所以就變成夜晚尿液特別多。當然仲有啲人可能係一啲藥物影響，佢可能食錯藥啦，譬如話醫生交代要食利尿劑，結果佢夜晚先食，搞錯時間啦，就可能造成夜間多尿。有啲人咖啡、茶、別可樂呢啲夜晚飲呢啲比較利尿嘅嘢，如果喺夜晚飲都會刺激排尿，所以呢個就係夜晚尿變多嘅第一個狀態。第二個比較常見嘅原因係膀胱嘅容量整體變細啦。呢種病人一般嚟講日頭都係會有狀況，因為佢整體膀胱嘅容量就係變細，所以佢日頭都會相對比較頻尿，可能只有100-150毫升佢就想屙尿，甚至如果唔去屙可能會有急尿嘅症狀，甚至感覺就快漏尿。呢種病人一般嚟講就係膀胱容量變細，咁可能嘅原因最常見係膀胱過動症。以男性嚟講，男性都會膀胱過動症，而且男性嘅膀胱過動症大部分係因為前列腺肥大引起嘅。假設佢嘅前列腺肥大冇得到好好嘅控制，就會間接引起膀胱過動。點解前列腺喺底下，膀胱喺上面啱？因為我哋前列腺肥大之後排尿就需要用力，阻力就變大啦。阻力變大嘅結果，膀胱就需要用更多力氣，膀胱嘅肌肉就變肥厚，所以膀胱會全時間處於一個缺氧嘅狀態，就會誘發膀胱過動。所以呢個係第二個類型常常造成夜尿，咁樣就了解點解男性比較多啦。呢個係第二種。第三種，有啲病人係全日嘅尿都變多，佢唔止夜晚夜尿多，日頭都屙得幾多嘅。一般嚟講，定義我哋會話每公斤體重超過40毫升，一日嘅尿量每公斤體重超過40毫升，
假使我70公斤，一日屙2800毫升，咁就係整體而言嘅多尿。要點樣記錄呢？就好似前面提到嘅，需要睇佢排尿日子，睇佢一日記錄落嚟，係咪每日尿都超過每公斤體重40毫升，咁就係多尿。呢種一般嚟講可能係有啲多學精，本身可能因為某啲原因佢特別中意飲水，咁佢尿一定亦多。仲有一個好常見嘅疾病叫糖尿病，食多飲多屙多，有啲病人唔知自己有糖尿病，就想話我最近點解夜尿特別多，其實佢唔知已經得咗糖尿病，兒童嘅糖尿病，有啲人係咁，尿布都解咗，最近有尿床，日頭一直飲水，所以我哋除咗了解佢尿嘅形態，都需要知道佢飲水嘅形態。多血症係咩？多血症可能係因為腦部嘅一啲疾病，導致有啲類似精神疾病，佢特別中意飲水，強迫自己飲水。譬如話有啲強迫症病人可能會強迫自己一日至少要飲幾多毫升，結果導致尿咁多，但實際上佢唔需要咁多。第四種就係睡眠障礙，有啲人以為佢夜晚夜尿多係因為真係尿太多了，但實際上係瞓唔着嘅時候，膀胱嘅抑制信號冇辦法被抑制得好好，就一直感覺膀胱有尿液，就必須起身屙。呢一類型嘅病人好明顯就係起身每次都只係屙好少，實際上嗰個尿量好少，就算唔屙應該都冇關係，但就係有個心理壓力，覺得唔去屙一下就係瞓唔着。所以呢一類型睡眠障礙嘅問題亦都係一個夜尿症嘅廣別診斷。雖然我知男性比較多，但我仲係好奇點解更年期嘅女性常常都會投訴呢件事，佢哋嘅基準係咩？更年期嘅女性亦都係多重因素，唔係單純一個原因造成嘅，包括更年期之後雌激素嘅刺激減少，相對嘅入睡亦比較困難，比較容易有睡眠障礙。另外一個就係更年期之後，月經生殖泌尿道、陰道呢部分相對比較萎縮，盆底嘅肌肉亦都會變得比較唔穩定，相對得到膀胱過動嘅機會亦比較高。再就係更年期，畢竟仲係同年紀有關，年紀越大嘅人抗利尿激素嘅分泌就越不足，所以亦都有可能因為呢個抗利尿激素不足導致夜尿變多，就係夜晚尿液變多，然後膀胱也唔夠裝，然後睡眠可能亦都有影響，各種多重因素造成。你頭先解釋咗前列腺肥大同膀胱過動嘅關聯，咁同盆底肌肉係咩意思？其實我哋膀胱嘅穩定性，盆底肌肉扮演好重要嘅角色。盆底肌肉如果冇力氣，膀胱都會相對唔穩定，佢就變得好敏感，可能少少尿就會想屙，就係所謂嘅膀胱過動症。人係一個直立嘅動物，所以盆底肌肉長時間承受咗負壓，唔見得係生過小朋友，隨着年紀增加，盆底承受嘅壓力越來越多，佢就變得越唔穩定，所以就會造成膀胱亦相對嘅唔穩定，就會出現頻尿、夜尿、漏尿呢方面嘅問題。我哋諗到要將盆底肌肉鍛鍊翻嚟，就係做海格爾運動提臀，係咁樣嗎？冇錯，盆底肌肉其實唔太好訓練，佢非常之細塊，唔太容易去感覺佢，所以醫院裏面有啲醫學中心會有一啲儀器，再有技術人員可以教導你點樣去訓練，點樣感覺呢塊盆底肌肉，好好去訓練，佢就會改善頻尿、夜尿嘅症狀。到底咩狀況下我哋要去睇醫生？因為好多人就係接受啦，唔想面對，覺得亦都還好，亦冇睡眠唔好，起咗2次身，屙完就倒頭就瞓，咁有需要嗎？夜尿的確係一個緩慢進展嘅過程，好多人會習慣佢，其實同前列腺肥大有啲似，實屙尿越來越有，但佢係緩慢進展過程，你就覺得本嚟就係咁，其實並唔係。夜尿如果次數多，尤其老人家已經證實會增加跌倒嘅風險，半夜起身，老人家如果行路唔穩，燈光昏暗就好容易跌倒，跌倒之後就會增加骨折風險。文獻已經話俾我哋知，夜尿會直接導致死亡率上升，因為跌倒之後骨折後續嘅死亡率就會增加，尤其是老人家。咁如果真係去睇醫生，我哋要準備邊啲資訊俾醫生做進一步參考？第一個，一般嚟講一定要問清楚病人嘅詳細病史，佢嘅症狀係咪只有夜尿？會唔會日頭都係頻尿？會唔會都有多血症？日頭都飲好多水，夜晚都飲好多水。另外就係了解佢過後病史，有冇心臟衰竭，有冇糖尿病，有冇一啲肝硬化嘅病史會導致容易發生水柱嘅情形，導致佢夜晚會多尿。
另外佢個藥物是亦好重要，有冇可能某啲利尿劑或者高血壓嘅藥物容易導致夜晚夜尿變多？再嚟就係做理學檢查，睇下病人有冇肥胖嘅情形。肥胖相對負壓增加，膀胱容量會減少，盆底肌肉亦相對容易唔穩定。睇下下肢係咪真係有明顯水柱，男生可以做個脐橙，確定一下係咪有前列腺肥大嘅問題。女生就要做一下會陰部陰道嘅檢查，係咪有一啲膀胱脫水嘅問題。最後先做一啲其他檢查，其他檢查亦需要病人配合，我哋可能需要請病人幫手記錄排尿日記，一般會請病人記錄至少3日飲水嘅狀況、排尿嘅狀況、排尿嘅量都要記錄起嚟。如果係男性，可以用國際前列腺症狀評分評斷佢嘅分數，睇排尿嘅症狀有幾嚴重。最後先做一啲尿液或血液檢查，睇下有冇一啲慢性病可能自己唔知，譬如最常見嘅就係糖尿病，可能抽個血就知。最後先有可能做超音波或尿動力學檢查，去排除其他泌尿系統嘅疾病。一般呢，假設冇太明顯需要處理嘅狀況，身體狀況亦都 OK。咁接下來會做咩樣嘅治療去幫病人減少夜尿嘅情形？唔太會直接建議病人服藥，仲係以行為治療為主，先了解下平時有邊啲習慣需要改。譬如會建議瞓覺前4個小時唔好額外多補充水分，尤其是晚餐之後，晚餐嘅生果湯類也應該減少，咁樣就可以減少身體裏面嘅水分，夜尿就唔會咁多。另外一個假設有習慣飲咖啡、茶表呢啲比較容易利尿嘅飲料，建議中午12點到2點以後就唔好飲用，因為你下晝飲嘅咖啡茶葉可能夜晚就一直利尿，就會造成夜尿情形。另外要睇下藥物有冇需要調整，心臟科醫師開咗利尿劑，係咪食錯時間啦？應該朝早食，就比較唔會影響到睡眠時候嘅夜尿問題。咩狀況下會俾藥物或者更積極做手術治療？如果行為治療無效，或者已經有慢性病被嚟清液求前咗，但仲係明顯有夜尿嘅情形，我哋亦有一啲藥物可以幫助。譬如假設真係水柱，其實應該日頭用少少利尿劑，俾日頭先將一啲水分排走，就唔會處咁嚴重，相對夜晚夜尿亦會減少。另外一個就係抗利尿激素分泌減少，尤其年紀大嘅病人特別容易發生。呢類型病人我哋有類似抗利尿激素嘅藥物，可以幫助濃縮夜裏嘅尿液。如果係膀胱過動嘅病人，亦都有膀胱過動嘅藥物，俾膀胱可以儲存多啲尿，唔會只有少少尿就一直想屙，咁樣可以同時改善日頭頻尿嘅症狀。當然如果係一啲構造上嘅問題，譬如剛才提到男性好常見嘅前列腺肥大導致已經屙唔乾淨，與尿量變多，該手術處理就應該手術處理。女性如果盆底鬆弛到已經脫垂、膀胱脫垂，呢啲亦都應該做手術治療去改善。今日我哋真係將夜晚起身去廁所呢件事4大類型做咗拆解。如果尿變多呢個狀況，可以藉住瞓覺前4小時少飲水、少數生果呢啲容易導致夜晚尿變多嘅飲食。仲有根本疾病嘅治療，譬如利尿劑嘅調整或糖尿病要治療，同時亦都有啲抗利尿激素藥物可以俾你夜晚尿少啲。呢個係第一類。咁第二類，膀胱裝唔到，剛才提到收縮10秒嘅海格爾運動，一日做20次，將盆底肌肉訓練好。除此之外，前列腺該處理嘅就處理，膀胱過動亦都有啲藥物可以幫手。第三類，成日尿變多同夜晚睡眠質素唔好，呢個可能要再進一步由醫生做疾病處理同分類。所以我想大部分嘅人喺前2類都有方向啦，唔好忍耐，請大家先用行為治療積極處理，亦都可以同泌尿科醫師以及婦女泌尿專科醫師做進一步討論。今日呢一集嘅內容最適合用呢段經文嚟做解梅西篇第3篇第5節話，我躺下睡覺，我醒着都保佑我。希望大家今日睇完呢一集內容，如果你都有夜晚起身去廁所嘅問題好困擾，願你能夠藉住呢一集內容去睇好嘅醫生，做好嘅行為調整，做一啲重要而且可行嘅運動，幫助你夜晚能夠瞓得更香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訂閱我哋嘅社群專頁，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你中意嘅醫學主題。更重要嘅係要下載我哋嘅應用程式，裏面有各種精彩嘅內容，包括以往嘅節目都喺裏面，大家評論。我哋下期再見。